接受我们这个家庭的，就是说愿意和我们交往的，咱们就礼尚往来。如果说不太好相处的，那我们就敬而远之嘛。我真的，我老家我都不可你妈妈爸爸不就是我妈妈爸爸吗？我就跟他们吵过一架，你们就老是这样，那个在一起哪有不吵架的，这很正常。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你对方不一定是真的爱你，也将来会把你的钱卷跑，你没有法律保护，然后你圈子人都叫我跟妈，我辽宁大连人老家。我们2个人17年，我们家里人和我的爱人就是关系还好，大家都反正都可以正常的交往。我爸爸对小海印象特别好，我爸爸每年冬天会来深圳，在这边住的时候，小海就每天给他洗脚，因为我爸爸是有点那个中风嘛，就不太方便，这小海就每天给他洗脚，真的就是我作为一个亲生儿子我都做不到。但是小海就做到了，他就是带他去买衣服、逛公园，沿着那个公路散步，都做得很好。所以说我爸爸是最喜欢小海的。有一次吧，就是我那时做夜店，身边人也多。有一次就是我和一个男孩子就在我们家就是聊天，有点暧昧，坐在沙发上，2个人靠得很近，交头接耳。我爸爸在房间里面，他就看出来了。他就很生气，他突然就出来了，拿着一个拐棍，知道吗？他走到我面前，当当当当当，就捅了我2下。我坐过1年牢嘛，在监狱里面，他只有那个直系亲属可以见。如果小海来见我的话，没有家里人领着是见不到我的。所以说，小海想见我也见不到，家里人也不带他来。当时还是有点不开心的。我还会觉得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连来看我都不看我，你不知道他不能来看你？当时都不知道啊。等到出来了之后，我就跟他联系嘛，他说他已经去海南了，我当时就很生气啊，我就觉得真的是，树倒猢狲散啊。然后我就说你怎么走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家里人过来，把我从房子里赶出去，把所有的银行卡都没收。任何东西都不让我带，就这样被赶出去了。2个哥哥吧，我还有姐姐，但是姐姐还好，就2个哥哥，不太认可我们俩的关系。他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是男嘛，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再一个就是，我和小海的差距蛮大的，小海蛮帅又高，年龄还比我小。那我那个时候做点生意还是能赚点钱，所以我哥哥嫂嫂他们就主观的评断就是小海可能就是为了钱和我在一起，我就说很对不起他嘛，家里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我出来就是要重新的去创业嘛，但是我这个钱已经被家里人全部就给取走了，然后小海被赶走了。当然我肯定要找他们理论啊。我哥哥和嫂嫂就跟我讲，他说你们俩这个是不长久的，你最终你还是要靠侄子的。他的原话，他说你看我有儿子，我儿子又生孙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他说你这一代就结束了，他说你将来养老就得靠侄子。我说你拿10万出来给我做生意东山再起然后都不给我。当时就说哎呀，你这个样子也不能正常成个家，咱们就不要往来了。那个时候我挺绝望的嘛，然后我就跟小海就说了这个事情，就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嘛。小海就说他说我们不是一点钱没有哦。我说我们还有什么钱都在卡里面，所有卡都被拿走了。他说你记得你给我拿过100万炒股吗？他就把我给他的100万炒股的钱他就拿出来了，然后我拿着这个100万又重新开酒吧，在体育场开了个太子酒吧，就这样又开始了。从此就是小海就跟我家里人就结上梁子了，因为爸爸不在了嘛，哪怕就是我的钱现在全部是他掌管，但是呢不能够得到我家里人的认可，是他非常心里面的一个就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我是13年出的狱，我们13年就是在创业嘛，14年经济稍稍一好转以后，小海就在15年的时候就跟我商量说我们得有孩子，
16年3月份就生了我们的大宝嘛，小海19年就生了小宝。刚生2个大宝的时候，就是小海的妈妈来给我们带孩子。我融入小海这个家庭是融入的很好的。我们在他老家也给爸爸妈妈买了房。小海跟我在一起之后呢，生活也好起来了，爸爸妈妈也对我挺好，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其实我们没有刻意隐瞒，所以说孩子5、6岁的时候就问了，他说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他说我们没有妈妈。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照片嘛，是女装的照片，他就会问我这个是妈妈吗？对，我说这个是爸爸。他说爸爸为什么打扮成阿姨的样子？我说这是爸爸的工作，爸爸直播，有的时候要变装扮成阿姨。我就跟他讲，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爱，有男人和女人的爱，也有男生和男生的爱，也有女生和女生的爱。你们有2个爸爸，两个爸爸都很爱你们。我说这些爱都渴望被尊重、被理解、被看到。他越来越大了，他就越来越懂了。特别是我女儿，女孩懂事比较早。我那时候房间里就会放到我的那些照片嘛。我和那个小海搞过一次婚礼，这场婚礼是面对全国直播的。然后我们当时拍了婚纱照，然后我拍了几组嘛，拍了其中我是化个妆，然后是扮演个新娘。然后我就觉得孩子大了，我就只留那个男的，就是2个爸爸的那个照片，我就想把那个女装的就把它给拿掉，所以我就把它给藏起来了。后来我女儿有一天就问我，她就说爸爸像妈妈的那个照片怎么不见了？我说那个爸爸把它放起来了，为什么要问这个呢？我女儿就说我都知道的，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嘛挺多这样的工作人员主播是这样，所以说他们也见过他们化妆表演我们那是以前经常会搞这些变装表演。我女儿在那看呢，我当时会觉得她小孩子应该是搞不懂的，但是她现在都懂了。她告诉我，其实我都知道的，爸爸是这种家庭呢，我也是担心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嘛。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学校就选择国际学校，很多外国小朋友，然后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不一样的嘛。老师开始不了解我们，当老师知道我们的时候，老师也是非常的理解和支持，祝福你们就是替你们开心，你们的小孩也很好，和同学处得特别好，经常只要放假了，他们同学都会来我们家里玩。他的同学的家长，他到我们家里玩，也知道了，但是并没有影响说孩子们的交往。不管是到我家里来，还是我们2个爸爸去学校，大家都给了我们很多的理解和祝福哈。那我源于它是一个多元的国际性质的环境，哪怕是中国学生的家长，他们也都是有点知识的，或者知识层面比较高吧，中产以上的家庭。虽然学费很贵，但是呢，放到一个比较多元的环境当中，这个就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就想让他就是健康、快乐、自由成长。学习当然就是要有要求，但是我不会特别期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自己读书都很一般，为什么生个小孩就要让他一定要去比你好？所以我就觉得他快乐很重要，与别人共情能力很重要，生活的感知很重要。所以我就是在这方面去培养他们，我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深圳寸土寸金吧，就是我想就租个30一厅也够住了，但是我总觉得就是小孩子没有玩耍的空间。像我这个人就是情感特别丰富这个都是跟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我们小时候在东北这种大山大河土地树林这种环境中长大，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的心胸会特别大。我就一直在找，能不能找一个就是带院子的、带土地的，然后能养个小狗的。因为我一直会认为小动物一个孩子成长，他如果他懂得去爱小动物，或者就是小动物的陪伴，或者是这种治愈他是有的时候是人无法替代的，这些都很重要。所以我当时找房子的时候，我找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一眼就相中了。哇，感觉有菜地然后我们还有个后山，小孩子还可以往山上跑一跑，然后还可以养鸡、养小动物，养小狗，让他们能够自由奔放、自然成长。为什么很多其他小朋友愿意来我们家？他们就是因为太好奇了。
对，因为我的小孩子也在同学面前永远会讲很多故事，说我们家每天有很多鸡啊，每天都咯咯叫啊，会下很多蛋呀，说我们家有小狗啊，有很多流浪猫啊，有花园呀，有菜园啊。然后我女儿就是她提出什么东西，我都尽量满足她。她曾经有一天跟我说，她说爸爸，我听说向日葵它是可以迎着太阳生长的，太阳走到哪它就说哪。我说对的，是这样的。她说爸爸，我好想种向日葵，然后我就马上就买种子。就给他种向日葵，他就看着向日葵这样长大，他们会把这向日葵做标记，这个是我的，那个是哥哥的，这个是弟弟的，包括薄荷呀、紫苏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全部都给他们种，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他就从小他就接触一个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他就是会很有爱，一个人有爱别人的能力，他才会更好的爱自己。孩子特别渴望假期，到了假期就是我们起来了之后，我们就到菜地里拔菜、粉碎、喂鸡，然后孩子们捡鸡蛋是他们最快乐的。我们家会有3层啊、4层啊，他们都会去捡鸡蛋。我们家也养了流浪猫啊，还有小狗啊，他们也会去喂这个猫啊、狗啊。我们会刻意的，就是大人不去做这些事情，就培养他们爱的能力嘛因为家菜吃不完，特别夏天的时候种那个丝瓜特别多，先拍个小视频，再把丝瓜摘下来拿到那个超市门口，摆在那个路边，让他们去卖。我在边上，因为最终我要拿2维码来收款嘛，然后他们会拿手机那个视频放给人家买菜的人看，说这是我们自己种的丝瓜，没有打农药的，很健康的，都是能卖掉的。然后让他们感受到，赚钱是种什么感受？卖完了这个钱，你们可以自己去支配。他们就买冰淇淋什么吃啊。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这个餐桌真的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圆形的餐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我们除了肉类，我们会去外面采购，但是菜呀、鸡蛋呀这些，我们包括我们会做一些酸菜，都是我们自己做。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跟孩子们讲，哇，这个菜你也种过啊，你也浇过水啊，就是让孩子们能看到他们捡的鸡蛋，还有我们种的菜，享受自己劳动成果。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家庭就最幸福的时刻。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孩子的一些问题，2个人也会吵架，发生过就是吵架了抱着孩子回家。就是我抱我的孩子走，就这样子，然后我就摔了手机，就很生气，然后2个孩子我也抱不动啊，我就挑个儿子，我就把儿子抱走了，抱到车上去打车，到了机场才发现没带手机，啥也做不了，又把车开回来，小海就站在门口笑。然后2个人都觉得很荒唐。后来呢，就是我们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有了孩子之后，就是双方的责任了，彼此之间要互相包容了。然后我们从此就以后就吵架就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2个人一沟通一提到孩子，2个人都傻笑都是很幸福。遇到点什么问题，就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好了，不要让孩子听到，好了，不要让孩子，就是这样子，就是会。因为有了孩子之后，2个人的感情就更加稳固了。我当初生小孩的时候，就是碍于一个面子，就是不想在家族当中成为别人议论的焦点，就生了孩子。当初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也经常带他们回家去炫耀，带他们去走亲戚亲戚也都说你2个孩子真可爱。原来我会以为我有了小孩之后，小孩随便叫亲戚帮忙照顾一下，然后我该怎么样。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占用了我的时间，对，就是很烦，我被捆绑得很厉害。但是就是我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被孩子治愈，就这一点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深刻的体验。特别是我那个小儿子，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他过来抱你一下，他说爸爸我爱你，就这个我就觉得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所有的辛苦都是有意义的。见证孩子成长，陪伴他成长，这个给我们的情绪价值是很美好的。他这种满足感应该是内啡肽的感觉。养育孩子，外人看来是很辛苦的，确实也很辛苦，你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间，但是你看到孩子成长，你那份快乐那是由心而发的，人的本能吧。那我们在外面喝酒聊天，
声色犬马，这些可能是多巴胺的满足，让你当时很快乐，但是过后了之后，你又觉得你什么没得到。我现在还是很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这种，因为我和他在一起，我会觉得我自己更有价值，